米莉亚和雷姆你怎么选？老爸和老马你更喜欢谁？东马和雪菜你走哪条线？团子和雪奶你心里更支持哪个？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党争动画反而很容易火？动画圈里那些纯爱故事有人气但没人聊，但只要牵扯到一丢丢党争，大家聊的那叫一个乐此不疲啊！而那些让观众站队争吵的党争作品，从古早一点的凌波丽明日香，再到后面一点的葛威桔梗，10年前后扎堆的春雾白二我的朋友很少，再到前些年的五等分和前2年的败犬女主啊，我很庆幸啊，有一个 IP 前段时间自己爆了，不然聊这个话题要爆的就是我这个视频了。你会发现这些作品引发的讨论热度常常持续几个月甚至数年，有个别动画一炒那就是30年，大家好像对 CP 系总有无尽的幻想。党争动画最吸引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话题，让我们从看动画变成了聊动画。看纯爱动画时，我们通常只是跟着剧情走，最多就是在床上姨母笑，看爽了最多蠕动2下，真去发个帖子聊，好像只有甜甜甜之类的叠词，真聊不起来。而党争动画都有着天然的优势，刻意卖这个的动画，那作者是纯故意的，会把每一个角色都刻画的非常饱满，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男主挑选最终归宿，然后随着剧情发展决定是自己支持角色称帝，还是痛骂作者丧尽天良啊！比如玩户使命，这种参与感在5等分上体现的算是比较全面的。我依稀记得当年甚至有人统计每个角色在漫画中出现了多少个分镜格子，还出现了推理狂潮，各种挖伏笔，把一个恋综漫画画成了名侦探这个 IP 现在不能提啊。党争动画之所以能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社交属性，有点抽象。那这么说，现在看着这个视频的你，看向我视频左下角的字幕条，你就知道我在春雾里支持的是谁。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很多时候大伙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吵起来的，能吵起来那高低是有点不对劲了。就好像我跟群友聊党争动画，目的是聊这个动画，亮身份的目的只是一种调侃，方便快速进入话题。但那些真吵起来的，他们不是为了聊动画，也不是为了聊角色，而是为了干掉对方。我只能说很神人了。而且党争动画在完结前会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天然带有话题度，就像一个突然爆了的原创动画，大家都在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是吗？当然你要是整烂活，那大家就要骂你了，你说是吧，公道李丽？不过前面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是的，没有那么重要。党争动画会容易火，最重要的是它角色做得好，好看是一方面，剧情写得好也是一方面，然后还会像以前的后宫动画那样给角色加上各种萌属性，比如傲娇啦、三无啦、大姐姐啦原来还是EV啊。大家会先喜欢上某一个角色，然后再产生希望他能有好归宿这样的想法。这种做法能很好的扩大作品的受众，也让观众之间的讨论更有意思。比如你可能谁都不支持，但你要是个嗜血观众，喜欢看傲娇角色破防觉得很美味。比如凯西，我喜欢黑长直，我也不一定站队，但我也要参和聊一聊。当然了，喜欢某个角色和想让某个角色拿下这场战斗那是两回事啊。比如我是雪奶党，但你要问我喜欢哪个角色，那我只能说结婚的话还是川崎沙希最好啦。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你看的党争动画中最想要哪个角色有好结局呢？或者哪个角色是你的意难平，在评论区说说吧。实在不行大伙一起骂骂作者呢。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